亚裔母亲异国家中被害，亲生儿子有重大作案嫌疑。警方一时疏忽，儿子竟已逃亡他地。儿子为何残忍弑母？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莫看见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澳大利亚南澳首府阿德莱德是澳大利亚的第5大城市，人口超过130万。2011年，在这座城市的富人区伯恩赛德曾发生过这样一起恶性的案件。这一年的3月22日，一位41岁的华裔女性田梅被发现死于自家的豪宅中。尸体得以被发现，还是因为田梅的朋友多日没有好友的消息，所以来到其家中查看，才意外发现好友伤痕累累地死在了家里。随后便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警方赶到现场，验尸报告显示，田梅全身共有53处伤痕，脖子上有被勒过的痕迹，是死于窒息。尸体被用床单包裹着，放在了卧室的地板上，死亡时间是3至5天前。警方经过初步排查后发现，整栋房子并没有翻找和抢劫的痕迹，田梅死前也并未受到侵害。而这栋大房子里，最近这段时间只有田梅与儿子李伟一同居住，此时的儿子李伟却已不见了踪影。罪案现场仅提取到了死者与其儿子李伟的指纹，家中大理石地面也有被清理过的痕迹。警方怀疑儿子李伟有重大的作案嫌疑，随后发布了通缉令，全澳洲搜索嫌疑人李伟的踪迹。此时不得不吐槽一下阿德莱德当地的警方，在2011年3月20日发现了田梅的尸体，怀疑其儿子有作案嫌疑后，对外公布了李伟的基本信息。可就在4日，李伟出现在了墨尔本机场，准备登上前往新加坡的飞机时，被海关发现了。移民部门驻机场的工作人员看到李伟后，曾给阿德莱德警方拨打了电话，但是因为警方当时并没有人接电话，海关也就未继续拦截，所以李伟最终登上了前往新加坡的飞机。而阿德莱德警方事后对于没有接到电话的解释同样荒谬，原因竟是犯罪调查部的移动电话没电了，而另一部移动电话被粗心的留在了办公室。就这样，嫌疑人李伟逃离了澳洲。在接下来更加详细的排查中，各种证据也进一步指向儿子李伟就是凶手。警方随后发布了全球通缉令，对李伟进行全球通缉。可此时的李伟已经经由新加坡潜逃回了中国，案件就此陷入了僵局。那么李伟为什么要对母亲行凶？最终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归案呢？李伟侥幸逃回中国后，就去投奔了亲人。在深圳的父亲，包括家里面的亲属，都知道李伟在澳大利亚将母亲杀害了。离谱的是，亲友仅是建议李伟应该投案自首，可李伟始终拒绝。过了段时间，家人就再也没有提过让李伟回澳洲自首的事了，任由其在国内隐姓埋名的生活。这期间，李伟甚至还找了一份教书的工作，直到3年后，李伟自己受不了了这种生活。他在国内不能用真实身份，也没办法到学校去上学，只能生活在黑暗中。更重要的是，如果他一直留在中国，家人就要放弃在澳洲奋斗几十年得到的一切。随着年龄的增长，逃亡生活遇到的困难不断增加等原因，让他最终选择在2014年的7月回到了澳大利亚自首。2014年的7月，他被引渡回澳洲受审。关于李伟为何要残忍杀害自己的母亲，坊间传出了许多说法。在庭审上，李伟终于说出了自己作案的动机。他交代，2011年的3月初，还在澳洲上学的他对武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加入了学校的一个武术社团，学习一些防身技巧。2011年的3月19日，事发这天，他正在家里练习新学的武术，母亲对此很生气，要求他练钢琴。正常情况下，每天这个时间，李伟都应该在弹钢琴。他感觉稍微调整一下时间，晚一点再练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谁知道当天母亲因此事非常生气，骂了李伟，甚至还要动手。虽然这件事在这个家庭不是第一次发生，但是李伟还是觉得母亲这次太过于愤怒了。他觉得母亲真的可能要杀掉他，于是他出于自卫进行了反抗。李伟还说，失手杀害了母亲后，他用床单包裹母亲的尸体是出于对她的尊重。
另外，对于事后清理大理石这个情节，他说是为了不想弄脏地板。显然，李伟的说辞并不能说服在场的陪审团。检察官也当庭指出，李伟在行凶之后，还特意将地板上的血迹擦拭干净，并将死者的尸体用床单包裹。这样的行为，显然凶手在作案后可能还头脑清醒，并当庭质问他，究竟是想掩盖死者的尸体，还是想掩盖你的罪行？另外，警方在调查李伟案发那段时间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时，还发现了教人如何打绳结的视频，如何用刀，如何逃避警方追查等搜索记录。李伟则向陪审团表示，他之所以搜索这类信息，其实是用来自杀的。他在法庭上称，从12岁起就想过自杀，而且好多次自杀未遂，因为怕疼、怕血，什么都怕。李伟已经承认自己动手杀死了母亲，但他坚决否认蓄意谋杀的指控。他表示自己和母亲的关系曾经非常亲密，但之后两人关系变得越来越差，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在法庭上公开表示自己的家庭一点也不幸福，父亲是个酗酒充满暴力的人，经常对母亲出口辱骂。他从小就十分害怕父亲，而在父亲因为生意的原因需要回到中国工作后，原本温柔的母亲也变得不大一样了，对他动辄打骂，而且越来越暴躁。李伟承认，在他开始每天都打骂我时，关系就变得很差了。结合案发的经过，大家不难发现，这可能又是一起虎爸虎妈式教育下产生的悲剧。那么李伟到底经历了什么，最终对母亲痛下杀手呢？李伟出生在中国，10岁之前一直都是跟在爷爷奶奶身边生活。父亲母亲那次在澳大利亚做生意，积累了不少的财富。这段时间内，他一年基本上只能在假期见上父母1-2次，每次最多也就几周时间。2001年，10岁的李伟一家3口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来到了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在这里经营一家中国家具公司。父亲因为生意需要，在澳大利亚与中国两地奔波，日常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母亲带着儿子。在朋友眼中，这家人低调，但很正常。他们移民时带来了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李伟来到澳洲后，就读于阿德莱德著名的私立学校阿尔弗雷德王子中学，并很快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出众的古典音乐演奏天赋脱颖而出。他曾在学校里召开过个人演唱会，参加过弗林德斯大学承办的一个全澳科技项目，获得多项学业成就大奖，并坚持用中文研究经济学。2010年的11月，李伟以几乎满分的成绩从阿德莱德著名的私立学校阿尔弗雷德王子中学毕业后，被阿德莱德大学法律系录取，攻读学校的双学位，同时还继续演奏钢琴、小提琴和长笛。几乎所有人都觉得李伟非常的优秀。阿尔弗雷德王子中学的校长面对媒体时就表示，李伟是一个模范生。朋友则形容他是一个勤奋踏实的好学生，不但人缘很好，朋友很多，学习成绩更是令人羡慕。李伟在中学的好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李伟总是愿意为任何人做任何事儿，他是那么好的一个人，这件事让我们都惊呆了。在同学眼中，李伟就是一个非常聪明的普通人，很正常。不过朋友们也都知道，李伟有一个对他学业要求很高的妈妈，让他倍感压力，并常常感到不开心。母亲田梅望子成龙，不惜每年花5万澳元支付私校学费和聘请私人音乐教师。除了花费不菲的学费，在分数方面，田梅也给了儿子很大的压力。母亲希望李伟所有的成绩都能拿 A， 如果没有全 A， 就会对他又打又骂。田梅为儿子感到无比骄傲，经常在友人面前夸赞李伟在学业和音乐上的成就，却也一次又一次用条条框框为儿子戴上枷锁和面具，最终酿下了人伦惨剧。2014年的7月，澳大利亚法院宣判李伟弑母罪名成立，需入狱服刑9年，并且李伟必须在狱中服刑7年2个月后才能申请假释。近年来，类似李伟这样的案子并不在少数，比如北大的吴谢宇，他们在外人看起来都是那么的听话、懂事、智商高、学习好，但背地里却极度压抑。当家长强行让孩子完美，他们只看到了成果，却不知道这也是孩子崩溃的开始。如此令人痛心的弑母惨剧，一次又一次给我们每一个人警示：不要为了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而压抑自己，未来更不要试图把你的下一代教育成你眼中的完美孩子。